保姆旅途在2周的休整后，终于是复播了。这集也是日常篇章。这天，在樱木研究所，博士助手黄毛从箱子里拿出一个老式白炽灯，接通电源后发出的电光是他小磁怪的最爱。皮神有点不信邪，于是也释放了电器试探小磁怪，但是小磁怪根本不理皮神，这让皮神备受打击。小智和小豪看着这种吸食电器宝梦，讨论起了各种电器产生不同波段电磁波在保姆眼中是不是不一样的味道。就在这时候停电了，经过调查，罪魁祸首是相当多数量的小磁怪。英博士说，这可能是太阳黑子活动影响整个地球电磁场之后的结果，这让各地的小磁怪都变得奇怪起来。他们纷纷跑到大街上，附着在公共设施上吸食电器。助手小磁怪在这个时候也变得狂暴起来，众人提议先把它收回晶晶球里，可是受到磁场影响的小磁怪居然没办法被收回去。助手飞身一跃，把铝膜贴在小磁怪头顶的铁钉上，根据助手所说，这样就能够阻止磁场对小磁怪产生的影响。殷博士继续搜集小磁怪的目击报告，他希望主角团去解决这次事件。不过这次博士助手和他的小磁怪也要一起过去，为了以体面形象去帮助同伴，助手还在铝盖上盖了一层布，看上去小磁怪就要戴了一顶帽子，还挺可爱的。小智和小豪拿着快龙和沙药青田火速赶往现场，助手却有口高症，在沙漠青田背上吓得哇哇直叫。小豪让助手闭上眼睛想点别的，这样就不会害怕了。助手于是回忆起自己和小磁怪相遇的故事。小磁怪是他在一家咖啡店遇到的，根据店长所说，这只小磁怪似乎非常喜欢店里的吊灯，每天都要过来吃电。助手觉得这个小磁怪相当有趣。没等助手继续回忆下去，小智和小豪遇到一点麻烦。其实看上去非常狂暴的小磁怪接近他们，磁场影响下的小磁怪非常有攻击性，他们使出磁力想要吸走助手的小磁怪，想让皮卡丘反击，可是皮卡丘的电网反倒是被小磁怪给吸收掉了。加速飞行一段时间后，众人发现小磁怪们还是穷追不舍。他们明白这些小磁怪的目标是助手的小磁怪，那么又到了小智男人小豪和助手推进主线的时候了。小智和快龙充当工具人去抵挡小磁怪圈，助手和小豪去寻找解决办法。小豪和助手降落到地面，发现还有一些小磁怪在进行搜查工作。接下来我就有点看不懂了。小豪穿着助手的白大怪去找仇恨，小磁怪误以为他是助手，就跟着他跑了，而真正的助手带着小磁怪继续往前走。没走2步，前面又有几只小磁怪。不过幸运的是，正在专注的吸着一辆汽车的电瓶，助手蹑手蹑脚的准备通过，却没想到走了几步，汽车引擎盖突然炸开，把助手的小磁怪吓了一跳。这下助手的小磁怪真的被发现了，似乎这片区域的小磁怪们能够共享情报。发现助手那一刻，小智和小豪那边小磁怪纷纷停止攻击，直接转头去追助手。小智和小豪无力阻止，也只好跟在后面。一路逃跑，助手觉得这不是办法，于是回头让小磁怪使用超音波短暂的控制了一下追兵，自己和小磁怪躲到一处小巷子里的垃圾桶里。当助手探头查看追兵的时候，他看到一家外设和这间咖啡店极其相似的店，这不由得让助手再一次陷入回忆。突然有一天，咖啡店店长告诉助手自己不干了，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这只小磁怪，希望他能够得到照顾。助手提出照顾小磁怪的请求，可是助手拿出了普通小灯，小磁怪压根就不碰，他似乎还是想吸食那个吊灯的独特电力。小磁怪追兵赶到，再次打断了助手的回忆。小磁怪与敌人战斗过程中，铝盖掉落，没有保护了他也被控制，跟着其他小磁怪一起飞到了高空，只有助手一脸无助的待在原地。天空中的小磁怪们数个一组吸在一起，看上去还以为是在进化了。这个时候，因为研究所打来电话，殷博士查明了原因，磁场异常是因为一颗偏离轨道的废弃人造卫星在不停释放电波，现在已经将这颗卫星关掉了。助手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他让小智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合体进化需要能量，皮卡丘的电器就是现成的能量，但是僧多粥少，如果小磁怪们抢着吸，那必然会分散开来，这样他们就不会聚集在一起。小智皮卡丘按照助手这么做，果然有效，小磁怪们分散开来。助手在漫天飞舞的小磁怪寻找自己的那只，这一幕又让他回想起了从前，他的小磁怪不可支电，离家出走，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最终在一处垃圾桶旁边找到冻僵的小磁怪，把小磁怪带回去之后，助手询问能不能试试这个小号灯的电力，可能是饥饿，也可能是理解了助手的爱，小磁怪终于吃起了助手小灯的电力。而现实中，助手也再一次找到自己的小磁怪，在一顿化疗之后，小磁怪恢复了理智，因为卫星停止释放电波，其他小磁怪也逐渐正常。本集最后，曾经的咖啡店店长来到研究所看望小磁怪和助手，这集就这么结束了。